叶晨并非小气吝啬之人，但灵气这东西，他是真的心疼。更何况这次自己被坑的灵气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高度，体内所有的灵气，加上手印运转的灵气，再加上5颗培元丹，全都被坑了个一干二净。这损失比丢了100亿美金还让人肉疼。林婉儿也没想到，自己为叶晨连吃5颗丹药，灵气竟然全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不由惊呼道：“公子，这灵气总不该平白无故的就没了吧？会不会又被戒指给吸走了？”叶晨摇摇头，颓然地说道：“这回真不是他，我是想引导灵气全都汇入戒指的。但手印运转产生的灵气非但不受我控制，而且好像有他自己的意识。他裹挟着我原本的灵气直冲我的识海，以至于我对自己的灵气也都失去了掌控。接着你不停地喂我丹药，他就像有意识似的，发现丹田里有新的灵气，还掉头杀了个回马枪，5颗丹药，他杀了个5进6出。我怀疑他从头到尾都是在给我布局下套，先给我一点蝇头小利，然后不断给我画饼。我以为我的灵气已经在他的帮助下翻倍了，其实他贪图的是我的本金。”说完，他想到那5颗丹药，捂着脸感慨，这等于把我拉爆仓之后，又害我追了5倍杠杆。他妈的，他这不就是股市里专门诱多杀散户的狗庄吗？林婉儿喃喃道：“他再怎么说，也只是公子用手印修炼出的灵气，灵气也不可能有自我意识，他怎会如此狡猾？”叶晨摇头道：“我也想不明白，一点都不符合逻辑。”林婉儿问道：“既然公子能确定灵气没有被戒指吸走，那会不会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吸走了？”其他的？叶晨摇头道：“我除了得到过你给的这枚戒指，还有之前从太真道掌门那里讹来的一个药鼎，除此之外，基本就没有从其他渠道得到过什么现成的法器了。可这次不是戒指，也不可能是药鼎。”林婉儿疑惑道：“可是那么庞大的灵气，就算是公子的躯体，恐怕都承载不来。为何这些灵气到了识海之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？奴家方才一直在公子身边，也不曾感觉到有什么异常。按理说，公子体内的灵气应该也不会是趁机逃出了身体，可他就这么无缘无故的消失，也属实过于诡异。”是叶晨艰难地坐直身体，郁闷不已地骂道：“这就像一个人一顿饭就吃下几倍于自己体重的食物，听起来确实匪夷所思，可那些灵气到了识海，确实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”林婉儿又道：“公子想没想过，为什么当公子与奴家站在北欧的极光下面时，极光会幻化出那一套手印？会不会是对方从那个时候就在给公子设套？”叶晨问：“你的意思是有人特意让极光将手印传授给我，引诱我上当，就是为了骗走我所有的灵气？”林婉儿点点头道：“奴家与公子一起推理一下，如果这从头到尾是个圈套，那圈套的始作俑者要么是人，要么事物。”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“是人的可能性，奴家觉得微乎其微。就算当日在极光附近有高手暗藏附近，也不太可能一路尾随我们飞越大洋，尾随我们来到金陵，尾随我们进到这座别墅的地下室，除非是鬼魂之类超自然的东西，可这是未经证实的，可能性不大。”叶晨赞同地说道：“确实不太可能是人或者鬼魂。如果是人，那他至少得掌握魔幻小说里的隐身术，否则也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跟踪我们，还能不被我们发现。至于鬼魂，这就更不靠谱了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鬼魂的存在。再说，就算有鬼魂，鬼魂也不可能会吸收灵气吧？”说着，他忽然想到什么，开口道：“对了，林小姐，你之前曾说过渡劫失败的修士能冰解成为散仙，散仙会不会就像鬼魂一样，普通人或者修为不够的修士根本看不见也摸不着？如果是，那我总不能是被某个散仙盯上了吧？”林婉儿道：“散仙只是奴家在一些孤本野史里找到的一种传说，奴家也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真的存在。
更何况渡劫是百中存一的概率，剩下的那99基本上就是灰飞烟灭的下场。能够在渡劫失败的情况下及时冰解成散仙的，恐怕比渡劫成功的概率还要小，所以应该没那么好运让咱们撞上一个吧。更何况按照书中记载，散仙虽然被迫冰解，但他的实力也是仅次于渡劫成功的修士。之所以被称作散仙，就是因为他是困在凡间的不死仙人。说到这里，林婉儿看向叶晨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公子，奴家没有别的意思，就算咱们在北欧真是碰上了散仙，那散仙应该也瞧不上公子体内的灵气。叶晨赞同地点了点头。孟长生修炼1000年，都没有摸到渡劫的边，可见渡劫期的修士实力是极强的，散仙更不用说了，很可能连孟长生都入不了散仙的法眼，又何况我这种。林婉儿继续道：如此一来，便可以基本排除世人，或者鬼魂作祟，那就只剩下物了。而且如果是物的话，也绝非凡物，家父留下的那枚戒指都做不到这一步，所以这背后的物极可能比那枚戒指还要强大得多。公子还是好好想想，有没有接触过什么法器？会不会是法器留在了公子体内，甚至就藏在公子的识海之中？叶晨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，喃喃道：说实话，我修炼至今也没见识过多少好东西，确实没有什么能与这次的事情沾边的。说着，他也想到了四方宝幢，于是下意识道：要说见过的好东西，四方宝幢肯定算一个，那是玄奘大师和无数修士共同打造的国之重器。可四方宝幢我已经完璧归赵了，因为四方宝幢虽然是一件法器，但那是一件为国运而打造的风水宝器，而且叶晨已经悄悄归还给了国家。叶晨在接触它的过程中，从未发现它有任何异常，自然也不相信这次的事情与四方宝幢有关。林婉儿不死心，追问叶晨：公子接触四方宝幢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发现四方宝幢有什么不太理解的异常情况？没有，叶晨摇头道：四方宝幢除了传递给我一段当年的影像之外，就没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了。况且当时我以灵气渡入其中，只是激活了其中一个隐藏了影像的阵法，理论上等于四方宝幢给我放了一段记录在他身上的纪录片。除此之外，我与他并无其他互动，也没察觉到他有什么其他特殊之处。林婉儿问道：自那之后，公子有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异常？也没有，叶晨笃定地说道。我的神识在看完那段影像资料之后，就从四方宝幢里退了出来，不曾发现任何异常。林婉儿道：四方宝幢乃玄奘法师与大唐顶尖修士共同打造，一定程度上它算是一件佛门法器，而我们在北欧上空看到的也是佛门手印，说不定这两者之间还真有什么牵连。叶晨虽然感受不到任何与四方宝幢有关的存在，但林婉儿提及的这一点也确实让他有些怀疑，于是他便开口道：这么说来，四方宝幢倒是有些嫌疑。按理说欧洲又没有信仰佛教的国家，北欧的北极圈附近就算天有异象，那极光也该是变成基督教的十字架，而不是佛门的万字符。可我确实没有任何与四方宝幢有关的感觉，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林婉儿问他：公子，要不奴家跟老孙联系一下，看看能否安排公子再去看一看四方宝幢，看看是否有什么当初遗漏的细节。